家人们，你们能相信吗？我去了一趟悉尼，出了一趟差，大胖媳妇阴差阳错成了外卖员，领着俺家俩孩子送上外卖了。我呀，真心劝大家，就是那些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些家庭群里啊，别啥都发。俺家群里就不知道谁发了广告，就被大胖媳妇点开了。他虽然不识字，但却能一眼刀准优惠券560元等字眼，就开始操作领这个钱。反正就是一个链接跳转出一个弹窗，一个弹窗又跳转出另一个页面。大胖媳妇经历了无数次跳转，填写了无数个信息，终于在上传身份证这个页面上停滞了。因为他没有，他不气馁，他找我爸给他填，但是我爸的身份证不知道为啥就不好使。大胖媳妇又对俺家阿姨下手了，俺家阿姨也不懂，她管她要啥，俺家阿姨就给啥，一顿上传填资料，累得一脑袋汗，整了一下午交上去了。大胖媳妇就坐等接这个560元优惠券了。这时候手机叮的一声，我家阿姨接单了。刚才大胖媳妇3下5除2，把俺家阿姨成功注册成了一个外卖骑手。幸亏呀，我爸因为年龄63，超过了骑手最佳年龄，也就是57，要不然呢，我爸写了一辈子书，退休了，还得被他返聘回去送烤冷面。但是呢，阿姨注册成功了，大胖媳妇也没收着这优惠券。阿姨着急了，说你咋给我整的？我这手机一天嗡嗡响，全是单，你赶紧给我取消了，我可不送外卖啊！大胖媳妇这个人呢，她又非常的执着，她思索了片刻，跟阿姨说：冷静 ，calm down， 周姐，咱们不要被资本绕进去。的确是我不知道把你注册成骑手，但是这560块钱离我们有多近了？还差这一单吗？这是多么近在咫尺的560啊！咱就接一单，优惠券到账了，你拿500，我拿60，我陪你去，你就刷个脸，活都可以我干。于是有史以来最有特殊牌面的外卖员诞生，一个外卖员3个外国保镖。阿姨还特意来我们公司借了一台电动车，为了不超时，他们非常拼。当时的我还在悉尼的镜头前讲如何轻松育儿呢，没想到儿在故乡一点也不轻松，我同事告诉我，姐，我们都来拍姐夫来了。姐夫说他要去送外卖。姐，你们家事儿可真有意思，你一个中国人远赴重洋去外国挣钱，把那个外国人逼得千里迢迢来中国送外卖，国际贸易的闭环。哎呦我的妈！晚上给那孩子累的，下班回家都没劲儿了。我说这一家子净添乱，还好我能用熊团团启蒙绘本把孩子们稳住，故事场景和主题都紧贴孩子日常生活，2到6岁需要的认知、健康和文化启蒙知识全都有，很适合当代中国孩子启蒙。搭配点读熏听笔，拿铁很爱学，现在比他爸都省心。但是外卖送完了，优惠券他还是没有到。我回来了，我打开那个链接，我才发现人家平台没有一点问题，人家上边写着想要拿到那个500的大优惠券，需要新人骑手21天之内接满550单。阿姨都找我谈了，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可不干了。而且这样下去，你想没想过，张拿铁18岁成人的那一天，已经有15年骑手经验了，15年骑手经验了。我们是解放楼。祝你用餐愉快。你们录电视节目呢吗？不是，这就是送外卖。这不是大胖娘们吗？他是大胖媳妇。媳妇了，你瞅整的这个大的，那去休闲去了。我爸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不实信息，一些短视频，说人类要面临灭顶之灾，世界要发生一些大事儿，然后告诉他今天下班你必须去 ATM 把你的工资卡里所有现金都取出来。他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根本没听明白，就是以为我爸摊上什么大事要急用钱，要见他老丈人，把工资卡里所有钱都取出来。我爸说所有钱都取出来，然后这些取出来，你看我他全取出来了。就700呀，就700呀！我爸呀，最近刷到了一些没有依据的夸张叙事的短视频，说世界要有大灾大难，要赶紧做出未雨绸缪的准备。然后我爸买了很多那种军用的压缩饼干、方便面等等物资，然后自己还取出来一堆现金藏小匣里了，还告诉大胖媳妇今天下班一定要把自己工资卡里的现金都取出来。大胖媳妇根本没明白咋回事，我爸让他把所有资产转移出来，他就转移出来了。回来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跟你说实话，最近你爸不太正常，买干粮、取钱、整理重要证件。他虽然不跟我明说，但是我也不傻。综上所述，谁还猜不出来他这是犯了什么事儿了，要逃逸。今天还跟我说让我把钱都取出来买金条，我这都取出来了，我油条都买不了几根，还买金条。但是你说老丈人张嘴了，我也得借呀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你趁早你得跟他唠唠。你看他这些准备，那可是要跑挺远呢。你告诉他，准备的再充分，那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的建议还是自首。我就把误会跟他解释了一下，他说啊，他不逃逸啊，那储藏间的东西都是他买了避难用的，那有些东西很不合理呀。你看这排蜡烛是世界末日的时候给早打写作业用的吗？这倒还好。你看这几本明显给张拿铁准备的英语练习册，这个怎么解释？外边惊涛骇浪，地动山摇，那不正是张拿铁学英语的好时候吗？平时还静不下来心。我俩呀，就是一晚上搁那劝我爸。大胖媳妇说，爸呀，你不能听那些短视频博主说啥就是啥，那短视频张口就来，那张彩玲天在视频里还说我傻了吧唧。那你认识我本人，那你知道他说那玩意儿。我爸说有错吗？不就是你们，不就是你们。我俩最终把我爸说明白了，但是俩孩子都听着关于世界末日的讨论了，早打就过来问我，那妈妈，如果世界末日真来了，你会带着什么逃亡？我说那必须带着您俩呀。你爸要是1个月之内没把妈吃了，我还得带着护舒宝第3代
液体卫生巾，从第一代升级到现在，它一直最懂女性，全新升级，完善细节需求，给女性无感般的细致保护，一吸到底，隔离细菌，更好维护女性健康，创新体感都在细节。但是面对世界末日，俺家这个载奥达和张大铁还是有截然相反的态度。拿铁，我觉得世界末日就是外星人来了。拿铁，如果外星人来了，你怎么办？只跟他上个打呀！外星人听不懂你说中文，那不怪我的，怪我的。载奥达把这个事儿啊很当真，睡觉之前非得拉着张大铁对着窗外许愿。我希望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我可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，还有姥爷和姥姥，还有爷爷和奶奶，还有两个姑姑都来呀。我来着我。然后他俩就睡觉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人张大铁自己又跑出来了，重新许了一个。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外星人就可以给我们在一个高度，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。你别跟我2岁以后胖媳妇给他的儿子张大铁开了一次纯中文的家长会，开席岁。上个礼拜，张大铁老同志经过了为期8个月的艰苦学习、认真探索，终于从托儿所毕业，升入了严肃认真的幼儿园小班，也迎来了人生第1次家长会。收到通知的时候，我已经出差了。然后张大铁去这幼儿园呢，就我们小区这幼儿园，他没有外国孩子，也没有外国家长，我就怕他作为唯一一个外国人，他啥也听不懂，我就想让我爸去。大胖友说不，我完全没问题，自己就去了。他去了之后吧，我爸还是不放心。20分钟之后，我爸偷偷也去了。到了幼儿园，来的没有父母，全是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。大胖媳妇待了20分钟，一群老头老太太围着他。大胖媳妇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中国学生家长的群体。结果旁边老大爷说：“是他们学校总算请了个白外教，白外教。”我爸到的时候，白外教正跟老头老太太们唠呢，因为白外教不知道自己是白外教啊。老头说：“你是老师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让你猜到了。”因为大胖媳妇确实是人民大学指导博士生学术论文的英语老师，所以就产生了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误会。人老头问他：“那你的学生英语好不好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对他们的要求不只是英语好，他们要用英语写论文，成为科学家。我的学生以后都是博士。”老太说：“哎呀妈，这外教挺会说话的。”他老伴说：“我觉得这外教有点吹牛。”给我爸气的，回家就跟我告状。我爸说人旁边有个孩子，姥爷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你来这儿之前在哪儿啊？”下午人家的人问你是从哪来的，你怎么说的了？说兰州拉面，兰州拉面。对，就知道吃。除了兰州拉面事件，我爸还继续告状，说人家老师说了，这个学期开始啊，我们开设了4个课外兴趣班，信息都已经发在家长群里了，有编程，有美术，有游泳，有街舞，家长们也可以接龙。我爸就问大胖媳妇：“你想给拿铁学哪个呀？”大胖媳妇反问我爸：“那我能学接龙，谁学街舞啊？接龙听着多酷啊！接龙，接龙。”等我回家还拿手机跟我说呢。你看这个家长群，这个接龙就是最受欢迎的兴趣班。你看老师一打接龙，底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全是报名的，我没看别人报别的，全报接龙。我爸说他本来就听不懂，还不认真听，净打岔。人老师说家长要配合老师培养孩子自主。大胖媳妇说今晚我也想吃排骨。人老师说准备好，孩子可能有2年的叛逆期。大胖媳妇说再好吃也不能2年都吃大盘鸡。如此不认真，还偷偷在手机上刷月饼。人还没回来，先吃上月饼。他是老外眼里中秋就代表着月饼聚餐。我说中秋是团圆的节日，这月饼也代表着对亲友的思念祝福。月饼我早在抖音商城中秋团圆季备齐了，立减叠券，团圆珍贵，好礼不贵，我们幸福过中秋。从家长会出来，那感觉就是我爸和张大铁给中间这个大胖差等生开了个家长会。你这汉语是一点也没学呀。刚才老师说2、3岁的孩子叛逆期，脾气大，你听的是啥呀2岁的孩子，屁股大，屁股大。你拉倒吧！我说过多少回了，脾气大是啥意思？脾气大是啥意思？你那耳朵是出气儿呀？出气了。我认识的外国人就比汉语最差。我着急，我为了谁呀？我为了谁呀？你看你现在给你儿子开家长会，你这汉语都听不懂，你学汉语，你给我学的吗？陪我学的吗？拿起来。